大家好，我是小飞扬。这一次我要在埃及旅居3个月嘛，那我们住在哪里呢？其实这一期我就带大家看一看我住的这个公寓怎么样。我先不说价格，我们先看房子，最后大家再猜一猜这个价格是多少。先说一下我这个公寓的位置啊，这个公寓是在开罗市中心的一块区域，靠近尼罗河，离地铁站只有5分钟，而且旁边100米就是开罗大学，相当于在北京的清华北大边上，或者说在上海的复旦或者是上交附近。只不过这个街道呢是一个建设的比较早的街区，可能看着这些建筑相对来说老旧了一点。这条街道这里呢有非常多修理汽车的店，可以看到这条街上停了很多这种一些老车旧车。因为埃及的车是没有报废年限的，只要能开你就能继续开，所以这里有很多这种样式特别老的车，感觉这个车年龄比我都大了啊。然后我再看一下我这个公寓，门头是不是看着还行？给大家再看一下上面，就是典型的埃及的自建房。它的2楼和3楼看着感觉还行啊，外面是做了外立面处理的。再往4楼看，4楼和5楼上面就是直接就是裸露的砖了，很明显这是后来又加盖上去的。就像之前说的，埃及很多楼都是先盖一层，后面再慢慢盖。啊，这是这个公寓楼里常住的小野猫，刚生育完，那肚子瘪瘪的，见到人就喵喵叫，喵喵。太可怜了，刚生完崽子，它就经常在我们4楼的那个门口卧着，我就经常给它喂点吃的。但它怎么吃不胖？它崽子也不知道下到哪里去了，找不到。我走了，拜拜。这整栋楼都是我那个房东的，这是他们家买的地皮，然后在这里盖了，现在总共是5层楼，他自己住在最顶层5层。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下，这个是不带电梯的，这里有一个天井，自然采光，直通户外。好，我们现在走上去吧。我住在4楼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，每个楼层呢都有一个垃圾桶，大家就可以把生活垃圾丢在这里面。每天早上大概6、7点的时候，会有一个收垃圾的来把这个垃圾桶给倒掉，然后他们就会在外面有垃圾处理厂，他们处理之后就会拉到那个垃圾城那边去。为什么这个地上这么脏呢？就是因为这里有2只野猫是住在这里的，他们经常会翻这个垃圾箱，就把它打翻到地上，这个地上就看着有点脏了。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卧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我住的公寓了。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，我是第一个住进来的人。这些房子刷的漆、家居全都是新换的，所以看着还是比较新。这个沙发手感非常不错，我很喜欢。然后冰箱、微波炉，这微波炉是带那种带空气炸锅功能一体的。然后边上是一些置物架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这次专门带了一个这种监控相机，我出去的时候会把它打开，对着门，这样有动静的话，它会发通知到我手机上。但是这里很安全啊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些意外入侵的事件。包括有一次我钥匙落在门外面了，这个邻居还敲门，好心提醒我说把这个钥匙收好。所以在这住，我觉得是挺安全的啊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厨房。因为中餐做的时候那个油比较大，我把它溅在墙上搞坏了，所以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挡板。专门买了2个锅，这个小锅是拿来煮米饭的，正好每次1人份。这大锅是拿来炒菜炖菜用的。这是一个电炉子，它这没有通燃器，就用的电炉子也还行，能做。然后这边是切菜洗菜的区域，买了一堆中国的调料。这个在这里是可以买到生抽和老抽的。但是料酒买不到的，料酒我刚开始在中超买了1罐，我天哪，这1罐要35，翻了整整5倍吧。我记得在国内这一瓶料酒是7块，然后后来我就去了那个酒超市买了一瓶伏特加，其实当料酒来用，我觉得味道差不多。这个一瓶才7块钱，很便宜。就这个陈醋也很难买，在这儿中超里面也得卖30多一瓶。
他们这里吃的更多是那种苹果醋或者是白醋，味道不太对，我还是喜欢这种醋，也能平时做饭什么的，盘子碟子都放上面。然后这个是卫生间，很宽敞的一个卫生间，然后洗衣机也是新的，就用着比较安心。而且它下水做的还可以啊，在这里住没有什么怪味儿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这里打开窗户，外面是什么景象啊？对，外面不要抱太大的期望，外面就是这个另外一栋楼的墙啊。因为这里苍蝇和蚊子比较多，所以我基本上这个窗户也都不怎么开的。它这个外面是一个百叶窗，我就用百叶窗透风就好了。然后这是拿来晾衣服的衣架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外面。所以这个天不是特别蓝啊，我3月初的时候这个天还是很蓝的，但现在因为到了这个季风的季节，天天刮这个大风，然后可以看到远处有那种扬尘。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子，这是1星期没擦的，这已经你看1星期没擦的，这厚厚的一层灰。包括这个房间里也是啊，你这些家居什么东西，如果一段时间不擦的话，上面都一层灰，就是经常打扫，经常擦。其实阳台的作用并不大，你像这里有一些房子，外面的房子带阳台，但它都把阳台封住了，用一些东西盖住或者是封住，就是因为阳台灰太大了，你基本上没办法说在外面放个小椅子很惬意坐在外面喝茶聊天什么，所以基本上阳台是不会拿来休闲的。然后再看一下卧室，卧室这里配了一个，这是1.3米的床吧，一个人睡是够的。然后衣柜、书桌、椅子，这个床头柜。然后这是这里的 WiFi。埃及的这个有线网络真的是很坑。首先，它限速，大家可以看看它这里的这个网线，它不是我们家里面常用的网线，这个是电话线。就埃及这里很多公寓的房子，它接的不是光纤，也不是网线，接的是电话线入户的，所以它最大的速度只有30多 Mbps。我们现在国内基本上都是光纤入户，那基本上都是100兆起。这里你最多只能照35兆，只有一些新建的高档小区才能接光纤或者是那种宽带网线，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00到200兆。他们这里最高套餐速度也只能到200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它这个有线网络还限流量的，加上税之后啊是28块钱130G。你用完之后呢，每100G 是20块钱。埃及都是这样，你不管哪个运营商，它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房间里现在还没装空调，只能用电扇。其实现在已经有点热了，我得催房东把这个空调装上。我做的这个公寓就是这样，大家猜一下这1个月要多少钱人民币呢？大家弹幕猜一下，3、2、1，1500元人民币。其实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啊，稍微有一点点贵了，但是当时我主要是看中它的这些新的装修和新的这些家电、家居什么的，就是我是第一个入住的，这样住着比较干净和舒服。而1500这个价格我觉得能接受，就租下来了。再说一下水电啊，这个电是按阶梯收费的，但平均下来的话是2毛钱一度，非常便宜。另外水和垃圾处理费是算在一起的，包月是30块钱人民币。电费呢，我1个月就用200-300度。其实算下来1个月水电花不了几个钱。就是租这个房子有一部分顺利，有一部分不顺利。顺利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房子我找的非常轻松，是Ahmed帮我找的。这个房东是他的一个朋友，所以他直接联系了房东租给我的。所以租这个房子呢，省了我很多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中介费。不顺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东办事儿太能拖了。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沙发和这个缺失的桌子。这个沙发我从租进来的时候，他说1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到，结果这个沙发硬是拖了1个半月多。前2天这个沙发才刚刚搬进来，然后这个桌子还要再等1个星期。自从搬进来之后，我每个星期都会催那个房东，这个沙发和这个桌子什么时候到啊？房东总是说啊，下星期再过几天，下星期再过几天，直到我催到我自己都烦了，25天了，这个沙发还没有到，我非常生气，我给他说。因为你是Ahmed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了，我就没有再多问。结果这都25天了，还没送过来。我说你到底下单了没？他说他还没有买。啊，我当时真的很无语。他又说什么啊？因为手上的现金流不够呀，没这个钱支付这个沙发。我说那下个月你必须给我减房租了。我说1个月都没有用上沙发。
然后跟他谈，我下个月给我减了1500埃镑的房租。然后我说你赶紧当着我的面现在下单。好，他当着我的面在他们那个买家具的 APP 上下了单之后说这个大概10天之内可以送到。我说行吧，好。结果快10天的时候，他说沙发做好了，那个运货的公司没办法运，因为正好那几天是开斋节，他们要放假休息。好家伙，那又等，这个运送公司也是在那拖。开斋节过了之后，又在那磨磨蹭蹭，又拖了1个星期，那个快递公司才把那个沙发给运过来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整整拖了1个半月多，这个沙发才总算过来了。也虽然这个房子是艾赫迈德找他朋友租给我，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想麻烦艾赫迈德太多，所以就没有给艾赫迈德讲。艾赫迈德知道这个沙发20多天没有来啊，也是挺生气的，跟他朋友也打电话催了几次。当时我交房租的时候这个房东问我要了1个月的押金，我觉得这个押金也挺正常的嘛，1个月我就给这个房东了。艾赫迈德知道我交了这个押金之后也很生气，打电话跟他这个房东朋友吵了一架，就说为什么要收我的押金？艾赫迈德的意思是作为朋友是不应该收这个押金的。我就说没关系，这个押金是很正常的，交了就交了，给你朋友呢也让他也放心一点，毕竟我是个外国人嘛，然后这样都好。其实这个押金对我没什么影响，但是艾赫迈德帮我找房子又帮我安顿这些事儿，其实我挺感谢艾赫迈德的。现在这个房子呢也就算是顺利解决了，现在就住进来了。那么在埃及给大家讲一下，如果是大家要来旅居，但是如果没有埃及本地的朋友怎么来租房子，其实有3种方式，2种比较推荐的，还有1种是不太推荐的。先说2个推荐的方式，第一个就是去 Facebook 上面去搜一些 Rent Flat in Cairo 这几个关键词的一些小组，会有一些房东或者是中介在里面发布房源，大家去看看自己喜欢的房子就好了。当然了，里面有阿拉伯语和英文的，面向英文的基本上都是给外国人租的，价格会稍微偏高一点。阿拉伯语的呢能翻译，但是找起来比较麻烦，价格呢会稍微便宜一点。注意，这里面和某吧同城一样，很多吸引点击咨询的假房源，要多长点心眼子。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大家来了之后，或者提前通过网上联系一些房子的中介，通过中介帮你去找，不论你是在网上还是线下，只要通过中介去找，都是需要给中介费的，大概就是30%到50%1个月的房租，这个是必须要给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1个月的押金加上每个月的房租，还有水电这些什么都要跟房东讨论好。还有一种不推荐的方式，就是你线下自己来找。我也试过，但是真的很不好找。就是你去街边看那些比较好的高档的公寓或者小区，你进去之后问保安这里有没有房子在租，然后这边保安呢一般都知道一些信息。如果说找到了，你给他们给个2000埃镑左右的中介费；如果没找到，给个大概50到100埃镑的小费就可以了。但这种方式呢就很费劲很麻烦，就非常不推荐。或者说如果大家人脉比较广，通过小红书或者一些媒体找到转租这些房子的中国朋友也是可以的，这种房源非常少，就不是非常普遍了，就不是非常通用了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在埃及租房子的体验了。房子租好了，我们就得置办一些生活用品了。埃及的货币又一次崩溃之后，它现在的物价是怎么样呢？下一期我带大家去埃及的超市逛逛，看看这里的物价怎么样了。我是正在埃及旅居的小飞扬，之后会给大家更多埃及有趣的生活和体验。点关注，我们下期旅行继续。